欢迎来到月下传说馆，我是你的讲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神秘的都市传说。今晚的故事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那本诡异的日记？据说每晚写下的内容，第二天都会变成一段关于未来的可怕预言，而最恐怖的是，那些预言从未出错。这是我在一次大学聚会上听到的故事。当时一个叫阿浩的朋友语气沉重地提起，周围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。起初，大家只是当作酒后闲聊，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人无法再把它当成笑话。阿浩的故事从一场二手市场的淘货开始。他喜欢收集古怪的小玩意，尤其是旧书。有一天，他在一家昏暗的小店里看到了一本封皮残旧、没有书名的日记本。翻开一看，里面的纸张发黄，散发着淡淡的霉味。奇怪的是，所有页面都是空白的。老板告诉阿浩，这本日记是从一座废弃的房子里找到的。曾经的主人据说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所有的梦境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彻底从世上消失了。阿浩没多想，觉得这只是老板为了推销商品编的故事，因为价格便宜，他便买了下来。回到宿舍后，阿浩决定试试这本日记。他随手写下一段话：今天遇到的那个咖啡店服务员挺有趣的，下次再去看看他。然后他随意画了一些草图，就把日记丢在了桌上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打开日记时，发现自己昨晚写下的字迹全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新的文字：今天你会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一只流浪猫，它会一直跟着你，直到你将它带回宿舍。阿浩愣住了，觉得可能是某种恶作剧，虽然他无法解释日记是怎么发生变化的。他决定不以为然，按计划出门。没想到，当他晚上回宿舍时，果然遇到了一只灰色的流浪猫。那只猫眼神哀伤，步履蹒跚，似乎早已等待着他。尽管心里感到毛骨悚然，阿浩还是将猫带回了宿舍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浩每天晚上都会在日记中写点东西，而日记也总是用未来的事情回应他。更诡异的是，这些预言无一例外地成真了。他写道，明天的考试会很简单，结果试题全都是他复习过的范围。他写道，朋友小明会突然拜访我。第二天，小明真的未经通知就来到了宿舍。起初，阿浩感到惊喜，这仿佛是一本能够改变命运的魔法书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。一天晚上，阿浩写下了：明天的足球比赛我们会赢。然而，第二天日记本中却出现了不同的内容：明天的比赛会因意外中断，你会受伤。阿浩开始感到不安，他试图改变预言，没有去参加比赛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他在宿舍楼下不小心滑倒，扭伤了脚。从那天起，日记中的预言开始变得阴森和危险。一个亲密的朋友将背叛你，你会在晚上11点听到有人敲门，但千万不要回应。3天后，你会面临生死抉择。阿浩的生活逐渐被这些预言笼罩，他无法再以正常心态对待日记的内容。每一天，他都被恐惧驱使，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可能的风险。阿浩开始查找关于日记的来历。他找到了那家二手店的老板，却发现店铺早已人去楼空。他随后在网上发帖，询问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的东西。一位自称是灵异爱好者的人回复了他，表示曾听说过一本消失的日记。据说这本日记原本属于一位预言家，
但预言家的能力是诅咒而非恩赐，他无法阻止自己看到的未来，也无法改变任何一件事。而当他无法承受这种痛苦时，他将自己的能力封印在了这本日记中。安浩最终选择将日记焚烧，但火焰却无法伤害到他。他用尽了所有方法，甚至将日记埋入了远离人群的废墟中。然而几天后，日记又出现在了他的书桌上。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在安浩最后一次写下内容的那个夜晚，日记中留下了一句话：当你试图摆脱它时，它已经注视着你了。你会怎么做？如果这本日记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选择尝试它，还是彻底远离？今天的传说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月下继续相伴。